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猫哥与熊猫。对，那今天为什么有熊猫呢？因为我们今天来介绍，那么大概是什么时候啊？上个月。对，我非常喜欢那个景点，迫不及待想跟大家一起开箱。对，那个景点叫南园，联合报系的创办人叫王替武先生，然后在1983年，请很著名的一个建筑师叫万宝德先生，然后去盖的南园。那南园呢，算是中国庭院式的一个建筑，那整个占地大概是27公顷，大概是如果你知道的话，是台北这个板桥的林家花园的13倍，对，超级大的。对，那建筑呢，因为它整个范围很大嘛，但是建筑只占大概在1/4左右。然后庭院的造景呢也非常的出名，是由建筑师这个万宝德先生的徒弟。徒弟名字很特别，叫登坤彦庭院的造景。那整个南园呢，其实一直都是就是联合报系拿来做员工训练，然后或者是王替武先生呢，他在做私人宴客所使用的。我记得早期他们是没有对外开放的，好像是只有一些外国的嘉宾啊，然后或者是政商名流才会有办法进去。后来好像是被勒万接手才开放的嘛。对，那勒万什么时候接手呢？其实在2008年，现在也10年，对，大概是那个时候。金融风暴。那勒万呢，其实是很著名的一个餐旅文创集团。那我们很喜欢的，在台中的饭店也有勒万的肉，但是后来倒了。对，倒了。对，那它其实抵不过疫情，对，就是这个疫情就倒掉了。那勒万其实帮南园做了非常多的文创。那也包含我们这次去参加的他一系列的活动，就是勒万规划的。那也有他融合非常多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元素。对，他们还蛮特别，是因为其实我们参加的 tour 3天2夜，它的 tour 有很多种，你可以去1天当天的只游园就好，或者是吃餐，然后它也可以就是住2天1夜，然后或3天2夜、4天3夜这种的行程都有。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所有的餐饮都很用心，他们会去找在地的小农，或者是一些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比方说，我印象中我们参加了一个 tour， 是一个咖啡 tour， 然后那个咖啡 tour， 我们一般咖啡大家都会是搭配西式的甜点嘛，它不是哦，它很妙，它搭配的都是像我记得有绿豆椪，而且它的绿豆椪是特别设计，它是有窗花造型的绿豆椪，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也觉得很奇妙。它搭配的竟然是那种什么10年的老菜包，大家有吃过吗？我是第一次吃，那个味道真的是很特别，又成精了。对。那我们这次呢是参加3天2夜的行程啊，那所以我们就先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住就是我们这次3天2夜所住的房间是怎么样。那我们先走一个 room tour。我们今天住的是牡丹房。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房间真让我蛮大的惊喜。然后我们叫牡丹房嘛，它就非常的应景，有一个很漂亮的牡丹花，真的是花开富贵的感觉。然后带大家看看我们的床，我觉得这个床看起来就感觉很好躺，而且感觉很大，就挺大只。他的房间的大小其实是卫浴设备跟他的房间的比例是1:1。然后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听说勒万他以前的房间是有40间吧，然后后来呢，他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格局真的太小了，不适合拿来做旅店，所以他们就把2间并在一起，所以它格局跟一般的房型是不一样的。你进去之后就会看到冰箱，冰箱里面它就会摆满了各式的饮料，而且他们的饮料都是非常的天然，然后使用当地的那些小农的产品。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仙草茶，真的非常好喝。而且其实你进房没有多久之后他们其实就会做茶冻，然后他就会有专人送茶冻来给你，然后也是蛮好吃的。然后跟点心，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餐饮真的是很不错。然后另外一个我超喜欢的是他们的茶汤浴。你知道他的那个房间呢？我觉得胖兰那时候进去看应该也有吧，就是他那浴缸超可爱的，它就是大圆形，然后你整个人躺进去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被食人族烹煮了的。
就远看那个浴缸就是个杯子。对，就是好像人进来里面，然后可以准备被烹煮。然后它那个茶里面就放了很多中药材啊，什么艾草啊这些的，就是的确我觉得泡完之后是还蛮舒服的。然后他们很贴心，是在你泡那个茶汤浴的同时，它旁边的柜子上就会摆矿泉水，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泡完汤你就要补充水分，所以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它的那个泡汤的这个茶汤浴。3天2夜的行程大概是怎么安排？其实我们大概是2点3点进到园区，然后园区大概就会让你进房间之后就开始休息，然后跟这个你刚刚讲的那个茶汤浴，然后再集合时间是大概4点，然后我们就会在同心楼外面的草原集合。哦，对，他会带你去做一个园区的那个 run tour， 因为园区的 tour， 因为它的那边真的太大了，所以没有人介绍你，其实是不知道该怎么逛起来的，所以他会有专人的导览。对，那我们泡完这个茶汤之后啊，到了外面就是到草地上的时候，我们稍微因为那个范围稍微有点大，我们在那个草地上逛了逛，然后发现在户外的草地呢有一个很特别的雕塑。哦，对，因为我爸非常喜欢就是雕塑品，然后那时候我很惊讶，就是我看到了一个我跟我爸都非常喜欢的雕塑家叫王秀九，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就是非常擅长就是雕塑小孩，然后或者是牛，就是古代的那种农村生活。他那边就是我是真的觉得非常可爱，他那个椅子啊，就是请王秀吉特别来雕塑的，然后就是它是一个很实用的摆件，然后但又是一个艺术品，超可爱。大家一定要跟他拍照。你也是权贵。没有，不要这样说话。对，因为南园其实在盖的时候呢，它算是党国设施了吧？你说文化遗产这种概念，类似。它是不是保护？它是古迹保护吧？不是，它拥有者应该还是联合报家族。对，但我说它应该是被列为古迹的吧？这我不知道哦，真的，因为它看起来真的非常像古迹。但他们对于管理单位，就是这个的万管理单位，针对建筑物的要求是很多的。哦，对，他们好像因为怕建筑物毁损，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在真正的那个老建筑里面做什么厨房这种有火的设备的。对啊，所以他那个经营团队呢，其实也想方设法，能够怎么样让这些老的建筑，但还是可以提供现代化的一些住宿体验跟服务，甚至于是餐饮。所以也花了蛮多的心血做这件事情。开始这个 tour 之后呢，我们就一路到了晚上，然后晚上当然就晚餐嘛。晚餐它也蛮特别的，因为我们3天2夜，其实晚餐它规划了2个地方。第一个是在同心楼同样这个地方呢，它的餐厅。同心楼就是我们住宿的那一栋啊，就是基本上如果你去它那里，它进去的那一栋就是同心楼。对，那第一天晚上的晚餐是在那边，然后隔天早餐也是在那边。但是第二个晚餐呢，他就安排到主人的主屋最主要的那个卧室。那它的1楼呢，就是他们的国宴厅。哦，对，那个真的就是国宴厅，真的超漂亮，就非常非常的金碧辉煌。我突然想要讲一下那个晚餐，就是在我们同心楼的那个晚餐。我觉得Le One它的餐饮最特别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一般啊吃餐大家搭配的是酒嘛，对不对？不然就是饮料嘛。它很妙，它吃餐搭配的都是不同的乐曲。我记得第一天进去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就是算是一个 surprise 吧，然后觉得蛮有趣的。我们在第一天的它的料理其实比较偏中式西做，然后它当天搭配的是什么呢？搭配的是古筝，就是说不同的食物，它就会有不同的乐曲，而且他们会非常 formal 的去搭配，说为什么这个食物要搭配现在这个乐曲，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然后我记得第2天到那个什么国宴厅的时候就不一样哦，第一天给你古筝，对不对？第2天他给你的是，我记得是小提琴，大提琴哦，大提琴，对，就是提琴。然后我也觉得那个非常非常的趣味，因为你很少碰到就是你每一道餐点上来，它就搭配一个新的乐曲，然后这个乐曲跟这个食物是有 match 的，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因为那几天吃了很多东西嘛，我想要讲一下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我记得非常 enjoy 是第2个晚上在国宴厅的食物，我不知道你们记得，我印象最深的2个食物，就是它其实里面有很多厉害的食材啦，但我个人印象最深的第一个食物，竟然是传统的卤肉饭。哦，那个好好吃。对，就是人家都
有记得什么牛排啊，或者一些高贵的食材，我没有记得卤肉饭，我觉得卤肉饭超好吃，而且我印象中它卤肉饭搭配的那个提琴啊，就是非常家乡味的曲子。然后另外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它有一道菜是德国猪脚，但它搭什么呢？它是韩式的做法，所以它搭配的是韩国的大酱，然后跟韩国的就是那个炸海苔，那个 match 起来也是一个有够奇妙的味道。然后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它的甜点，The One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们非常注重甜品的样子，包含了我刚刚讲过，我们进去之后他会给我们那种小点心，那个小点心上面就是有窗花的样子。然后其实他们在做我们在国宴厅吃的那个好像是有一个什么乳酪之类的东西吧，上面的那个装饰品其实也是一个窗花造型。讲到我饿了。那这个导览呢，在集结完之后，带我们从同心楼，然后走到它主要的这个建筑区。那中间的这一条路呢，其实非常的漂亮，跟沿着这个草原，然后穿过一整排很高大的这个杉木。对。到它主园区以后呢，其实主要建筑群就在它的主园区，是围绕着一个池塘，一个蛮大的池塘，就是那种有那种江南庭院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那边真的就是你进到里面就觉得有一点雕梁画栋，然后有进到那种权贵，就是古时候权贵的那种大家的那种感觉。对，我们等一下介绍到它主要的那个南楼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真的就是权贵。对。那在它这个主要建筑区呢，其实有一个很漂亮的戏台。对。那它戏台呢是一个好的，有点像户外的一个圆形的祭台，然后窗花也都是，例如说蝴蝶造型啊，然后或者是竹子造型的窗花。对，因为他们这种你知道那种权贵世家那种庭院啊，他们那个窗景其实都是有一些意义的，比方说他会寻求一些好的含义，花瓶造就取了平平安安嘛，所以它的每一个造型其实都是有一些好的寓意在里面的。在这一面，我们其实来到第一个遇到的第一个建筑是兰院。兰院就是以前王孝兰居住的地方。然后其实我刚刚不是说我们有参加一个那个咖啡沙龙吗？其实就是现在就在这边举办。然后它这里其实非常的美，就是一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它的很大片的兰花的雕塑在很好的木头上面，非常的雕梁画栋。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呢，是你进到它比较深的一个咖啡厅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大概有270度吧，还是180度的一个 view， 然后那个 view 就是对外面的那种水景。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就问了，跟我们介绍咖啡课程的那个老师，他就说，其实那个地方以前是王孝兰打麻将的地方，也太怂了吧，我觉得。那我们大概就是坐在那边喝咖啡，然后参加他咖啡课程。兰院再过去一点呢，我们遇到一个很漂亮的亭子，一个八角的亭子，然后那个亭子叫孔雀亭。然后再过去一点呢，又到了它的另外一栋建筑，叫做竹院。竹院，我怎么没有印象啊？竹院就是我们不是有到一个建筑是它那个柱子非常的漂亮吗？我还特别拍了它那个柱子非常漂亮。里面是还有一些合作的艺术家，对不对？里面是一些合作艺术家。他们这边呢，其实我刚刚有讲过，他跟很多在地的农产品合作嘛，他其实也跟很多当地的艺术家，包含我们刚刚讲的音乐家合作。然后再走过去呢，就会遇到很重要的一栋建筑，叫勤德堂。勤德堂现在是 The One 作为这个整个南园的园区的一个算什么礼物店 gift shop。那你所有的餐具啊，甚至于一些它的文创商品合作，都可以在这个勤德堂买到，因为它就是它的卖点。那勤德堂其实是这个王替武先生呢，为了纪念他的母亲叫徐夏琴女士，然后所以盖了它叫勤德堂。那勤德堂的楼上呢，还有另外一个叫琴音阁。他没有开放吧？没有，琴音阁没有开放。琴音阁是如果你租南院作为会议用途的话，可以带你开会，就是会议厅啦。对。那再过来一点呢，来到最重要的一个正中间的建筑，就是它的南楼。那刚一楼已经讲，就是它的国宴厅嘛。那2楼呢，就是王替武先生呢，他的起居室，也就是他的拉比啦。那我们进到里面，你记得中间就是他的那个画像。对，正中间是他的画像。
好像有钱人不知道为什么都很喜欢给自己画像。我像国外的那种什么伯爵、侯爵，家里都挂画像。可是我每次都觉得，那我家里挂很多画像，晚上看不都很可怕吗？没有，可是那是他自己啊，所以他如果自己坐那边就是自己。对，但有后人看就，好吧，就这样。然后3楼呢是王天武先生的卧房。对，但我们没有去啊，他那时候好像在整修吧？对，因为那个南楼那时候正在整修，所以卧房没办法去看。那听说他卧房看出去的那个 view 啊，就刚好是整个园区对着峡谷看到的 view， 就是有那种俯瞰全世界的感觉。对，就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哇，这都是我的那种感觉。哦，我想起来一件事情，他们有讲到说，他后来搬回南园，其实是为了休养身体，然后因为那个地方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山明水秀，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呼吸新鲜的空气，然后看那种开阔的视野。我觉得因为是这样，才可以适合休养身心的一个好地方。对啊，那南楼在起居室的时候真的是雕梁画栋。那我们看到也是有非常多他们导览的时候有介绍那个雕梁画栋各个意义。哦，对，就是我刚刚讲，他们非常的重视一些寓意，然后其实他们的每一个梁上面雕的那个花纹啊，我个人都觉得要代表了好多好多深层的意义，然后包含他们所有的 wish 都放在上面了。对，基本上他是认定自己是国家最重要的，也不一定是国家，应该说是皇家最重要的人臣。没有，他那个概念就是天子的一等人臣的概念。对，我印象中，你一进去啊，我被他吸引的就是他的那个顶，其实是有一个长得很像丹顶鹤的一个图案。然后他为什么用丹顶鹤呢？原因是因为在古代，特别在就是古代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像清朝的时候，他们的臣子上面缝的动物啊，跟那个图案都是有意义的。那丹顶鹤呢，基本上就是文臣里面的一等文臣，就是你知道老板的弯当的意思。那这边逛完呢，我们当然就开始晚餐。那这是第一天嘛，那晚餐之后去做一个夜游。哦，对，那个夜游超美的，我觉得大家一定有听过这个建筑，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建筑师叫做魏延武，大家应该可能蛮多人都有听过的。然后他在那个建筑物在晚上看跟白天看真的差很多。然后晚上其实他们也有吐哦，而且我跟你说很酷哦，因为晚上很黑嘛，因为在山上大家都看不清楚，它没什么路灯，所以他就给每一个人发一个这么大的书灯，然后胖王就提了一个大书灯，然后我们就一起跟着去夜游了。那有点像一个展翅的形状，那它是用块木哦，对，块木所组建起来的，而且它的块木好像是来自于台中，说原材料，对，那还蛮特别的。然后最后在夜游结束呢，我们其实又回到它的同心楼这边。那在同心楼的3楼，就是富贵斋。对，其实我可以说那次还蛮巧的是，他们那个富贵斋那个3楼啊，其实我们就住在同一楼层，所以其实他们就办了一个黑胶唱片的活动嘛，对，黑胶音乐会，对，黑胶音乐会。然后我跟你讲，真的很特别是，但他就介绍了非常多好的音乐。那他为什么选在富贵斋呢？是因为它的屋檐，它的屋檐的设计就有一点像那种音乐厅，它是那种弧状的设计，所以就是你声音放出来，它就有那种回绕、余音绕梁的感觉，其实听起来真的很享受。它音响效果非常的好。其实它那个屋檐啊，跟南楼的那个国宴厅的屋檐是一样的。对，它是一样的。对，那个屋顶是一样的，那非常的漂亮，很值得去看一下的。然后我跟你说，我觉得他们的tour最大的特色就是你永远都不会觉得饿。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吃的嘛，我已经吃过下午茶，吃过晚餐，对不对？到黑胶唱片很贴心，管家们怕你吃不够，晚上睡觉会醒过来。我印象很深刻，黑胶唱片呢，在听音乐的同时呢，它还是会就是还是会有酒。那其实它也蛮有趣，它介绍了2款酒，也是台湾当地的酒哦，地瓜酒，然后还有梅酒。重点是它还有点心，我就觉得我一直在吃。那个地瓜酒是台湾的那个恒气制酒哦，对，所做的地瓜酒。它为什么叫恒气？因为寒极就是恒气，所以它就是叫恒气制酒，然后做的地瓜酒还蛮不错的。那黑胶真的很棒。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他介绍到蔡琴。大家都知道蔡琴的声音其实非常非常的有韵味。然后其实蔡琴最大的特色是会叫做一匹叫什么歌手杀手吗？还是什么？
原唱杀手。哦，对，原唱杀手。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原来蔡琴唱的很多歌，她都不是第一个唱的，因为她唱的太好，大家都以为她是原唱。所以那天那个黑胶老师就说，蔡琴最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唱过那首歌，大家都不记得第一个唱过的人是谁。Anyway， 这些就是他我们整个参加的 One 3天2夜所有的行程。那今天呢，这些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所有在南园的行程。那欢迎大家记得要帮我们点赞、订阅。或者是说，因为其实这个 tour 有些东西可能我们也都没有介绍很清楚啊，大家想知道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好，谢谢大家哦。